你幸福吗？我姓曾。你幸福不，大爷？你看着我幸福吧？我这个年龄，我得太太给人出了个大底啊！想过啥时候退休吗？啥事干不动了，跟那个鸡子啊，那个转了不转了，那都让退了。可以用一个词形容一下现在的生活吗？累，苦，好累啊！您可以用一个词形容一下现在的生活。难。我用一个词儿来形容现在的生活，你觉得哪个词儿比较合适？特别冷啊！我太难了。大家好，我有个好朋友，她叫小丽，是一名陆配，嫁到台湾已经10来年了。她现在有2个超可爱的宝宝，生活虽然忙碌，但她的经历却给了我很多启发。今天的视频，我就通过小丽的亲身经历，带你们深入了解一下台湾家庭是怎么过的，为什么在这里生活的老年人和年轻父母似乎都能拥有更多的轻松和幸福感。而说到大陆，老人的生活真是压力山大。关于这个话题，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有点老生常谈，但你要知道，这背后可是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家庭文化、社会福利、政府支持等方面，台湾和大陆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你知道吗？在大陆，许多家庭的生活压力简直让人喘不过气，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父母一边忙着上班挣钱，一边还得依赖老一辈来帮忙照顾孩子，结果2代人都忙得焦头烂额。不仅如此，婆媳矛盾和老年人身心负担也成了家家户户的隐形负担。而在台湾呢，家庭的生活结构就显得更加合理，老人能活得自在，年轻人也能减轻负担。今天我们就来深度剖析一下台湾老人的幸福生活和大陆老人那种压力山大的情况有何不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丽，让她讲述她的亲身经历。以下会用第一人称来讲述她的经历。我是小丽，已经嫁到台湾10多年了，2个可爱的孩子是我和我老公的宝贝。说实话，我挺幸运的，遇到现在的老公，也很庆幸自己能在宝岛定居，开始了新的生活。公公婆婆对我非常好，家里氛围也很温馨，真的是非常满足。说到这里，最大的感触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台湾和大陆的家庭生活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我虽然有自己的工作，平时也挺忙的，但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那种沉重的生活压力。先从最根本的孩子照料说起，看看政府的支持力度。我们都知道，在大陆，很多家庭，特别是双职工家庭，孩子的照料几乎完全是依赖于父母一方或双方的父母。有多少家庭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整天忙着照顾孙辈，自己却很难享受退休生活？这不仅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身心负担，也让整个家庭陷入了看似有爱却满满压力的尴尬局面。但在台湾，托育服务的普及与政府的支持，让很多父母能够安心工作，老年人也可以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台湾政府近年来对托育服务的投入不断加大，在大城市里，许多父母可以选择将孩子送到公立或私立托儿所。这些托儿所不仅专业，而且服务设施非常完善。这样一来，爸爸妈妈放心去工作，老人也能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而不像大陆那样，很多父母不得不承担带孩子的重担，有时候还要扛着自己的老腰，照顾一堆熊孩子。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夫妻俩都是职场精英，平时工作忙到不行，但孩子却能享受市政府支持的托儿所，白天在那玩得不亦乐乎，晚上回家还能和父母享受家庭时光。相反，大陆的许多双职工家庭，孩子只能寄托在祖父母手中，一来二去，老人的健康和情感都受到极大影响。这种托育服务的背后，实际上也体现了台湾政府对家庭幸福的深刻关怀。托育中心不仅减轻了年轻父母的压力，还让老人得以解脱。真心说，这样的社会福利体系值得我们学习。接下来说说家庭文化。在台湾，
老年人的角色并不像在大陆那样以照顾孙辈为中心。虽然有些台湾家庭也请祖父母来帮忙带孩子，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像大陆那样理所当然。相反，台湾的老人更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社交圈子，甚至有些老人还选择继续工作或者开办自己的小事业。他们会参加各种讲座、兴趣班、旅行团，活得像个年轻人一样。你想象一下，台湾的爷爷奶奶可能刚刚退休就开始学跳舞、练书法、游山玩水。相比之下，大陆的许多老年人，尤其是住在城市中的老年人，往往会感到空巢寂寞，生活几乎完全围绕照顾孩子或者家务展开。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台湾的阿姨，她60岁的时候开始学摄影，到了70岁竟然成了当地的摄影师，每年会接到一些小型婚礼和活动的拍摄工作。她的生活非常充实，而且还去旅行，结交了很多朋友。而在大陆，有些70多岁的爷爷奶奶每天在家里做家务，帮忙照顾孙子孙女，几乎没什么自己的生活，想出去旅游都要顾虑到孩子和家里人的需求，生活几乎被束缚在家庭的角色里。在大陆，老人既然往往担任着照顾孙辈的重要角色，因此许多家庭会选择让老人和年轻夫妻住在一起。这种家庭结构看似和谐美满，但实际上却埋下了不少隐患。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婆媳矛盾。说到大陆家庭的婆媳矛盾，那简直是个永恒的话题。每次和大陆朋友联系，聊到家庭问题，他们总会提起这个话题，结果都是摇头叹气，感觉每个家庭都有这道心头大石。这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婆媳关系简直是个定时炸弹，说爆就爆。这里大到带孩子的事，家庭支出安排的事，小到谁做家务、去哪里玩，几乎每一件事都可能成为婆媳矛盾的导火索。毕竟，老人与年轻人在思想观念上有着天然的差异，老一辈的传统观念和年轻人的现代思想有时难以调和，而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就像两条平行线，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交集。同一屋檐下生活，碟子碰到碗，哪能没有响呢？这就成为了无数大陆家庭中无法回避的现实。说到最后，最惨的就是夹在中间的丈夫。很多时候，老公在婆媳矛盾中就是鸡肋，一边是妈妈，一边是老婆，进退两难。要是老公不帮自己老婆出头，媳妇肯定心里不爽；要是老公帮了媳妇，婆婆又会不高兴，觉得儿子背叛了母亲。这种夹在两头的压力，简直能把男人给逼疯。你说，这婚姻还能不出现危机吗？何谈幸福可言？说到家务分担，我认为台湾的家庭文化更加平衡。大部分台湾家庭中，丈夫和妻子会平等分担家务，尤其是都市家庭，父母不仅会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家务事也会一起打理，大家互相帮助，让家庭氛围更加和谐。而大陆呢，很多家庭，尤其是传统观念较重的地方，家务大多是妻子在做，丈夫经常袖手旁观。尤其是传统观念浓重的地方，三姑六婆围着锅台转，女人累得要死，老公则轻松坐享其成，甚至连洗碗都不帮。这不仅让妻子压力山大，还可能因为家务问题，夫妻和婆媳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再来说说老人最关心的健康，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感叹的地方。台湾的老年人大多数注重健康管理，很多老年人会继续参与工作，或者参加社会活动，保持身心的活力。比如，台湾许多退休的老年人会加入健身房，参加瑜伽或太极班，甚至有的老年人还会去做义工，和小伙伴一起旅行。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和活力。在台湾，老年人不仅关注身体健康，还特别注重心理健康。他们更愿意参与社交活动，参加兴趣班。
这种活力真的是很让人羡慕。而大陆呢，由于食品安全的问题，很多老年人早早就患上了很多疾病，而且很多老年人由于健康管理不足，老了就更容易出现各种身体上的问题。很多老人尤其是在大城市里，生病住院几乎是常态，除了孩子和家属的照顾外，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你说连个去外面走一走的机会都没有，这能不让人感到生活压抑吗？还有，我感觉台湾的祖孙关系和大陆也有很大差异。在台湾，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关系更多注重情感交流，而不是生活照顾。许多台湾的祖父母更愿意陪着孙子孙女玩游戏、说话聊天，而不是承担全天候的照顾任务。这不仅给了老人更多独立空间，而且孙辈也能感受到更多的自由和关爱。在台湾，祖父母虽然疼爱孙辈，但他们更强调教孩子如何尊重长辈，如何体谅他人，并且会通过言传身教来培养孩子的自律性。台湾的长辈会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不仅仅是无条件的溺爱，更是一种责任和约束。爷爷奶奶会教孙辈尊重父母、关心他人、了解社会规则。这些传统的教育理念在台湾家庭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相反，大陆的一些家庭，祖父母通常不仅要陪伴孙辈，还得承担起孩子的饮食、洗澡等重任。这种责任压力很大，老人常常容易感到疲惫。另外，还会产生一个隔代亲的问题，祖辈因为投入太多，往往把所有的宠爱和关注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这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局面，往往会让孩子在家里变得非常自我中心，觉得世界围绕着自己转。于是，孩子从小就习惯了无条件的宠溺，什么事都能得到满足，甚至是任性和不讲理的行为也能得到宽容。在家庭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就容易变成熊孩子。聊了这么多，大家应该能够看出，台湾的老年人真的是活得更自在，享受更多选择，而大陆的老年人生活压力巨大，尤其是在带孙辈这件事上，承担的责任更多，享受的自由更少。你说大陆的老人何来幸福可言？你幸福不大爷？你看着我幸福吧？我这个年龄，我得台这给人出了个大地啊！干啥活的？建筑，一天能挣多少钱120。大爷今年多大了？60万了。想过啥时候退休吗？啥时干不动了，跟那个鸡子呀，那个转了不转了，那都让退了。我俩孩子结婚，我咋知啊？我孩子结婚，我都第二年结的婚啊。你觉得人这一辈子容易不？那肯定不容易啊。人家有的像你那么大，没地逛公园遛狗，跳个广场舞，到处旅游。但是人家高干子弟，人家有拿工资的呀。那人还我，俺根本没想过，也俺办不到。这老百姓就是我退休拿1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公平吗？这个老农民也没有节假日啊，不是啥节假日，就是一年下雨，今天下大雨了，不能干了外边，这是假期。你这也出了一辈子力了。我今年都60万了，我从这开始，一辈子光是吃苦了。我每天都喝点酒啊，要是不喝点酒啊，才没有精神寄托了。跟你说明白，这个人就是我喝点酒刺激这个脑子有点混不腾的，就让他过都算完了。您现在觉得您过得幸福吗？哎，不要我。大叔，你感觉你幸福吗？我幸福个啥？不幸福？我还得我挣钱还不挣不花嘞，还累得好。干工地干多少年了？也干60多年了。这一顿饭几块钱8块钱。你吃几个馒头来这个？4个了吧？4个啊。你搁工地干啥能吃那么多啊？呀，处理。干到啥时候准备退休？啥时候不能干了，啥时候退休。这一辈子想着挣钱。对。几个小孩？2个男孩。哎呦，那你这压力大哈。对。现在呢是干了这个杂工，他工资有点低嘛，干多少年了？哇，10多年了。现在挣份钱不容易了，反正天天都有干的，晚上还要加班的。家里边没有钱嘛，你肯定要坚持下去了。唉，听完小丽的经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触？首先是，我是觉得她观察的太仔细了，生活的太幸福了，连我都有些羡慕了呢。然后就是，大陆的老人真的太不容易。
辛苦了一辈子，到了晚年也没有自己的生活，还要为儿女操心。真的希望有一天，大陆的老人也能像台湾的老人一样，拥有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不仅仅是在物质上得到了保障，更能够拥有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好啦，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欢迎给我留言哦，一起唠唠你的家常。最后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哦，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吧。